having just a little delay. Remain seated now, and the boat will start moving again soon. 整个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我们卡在这边超久的，大概已经有10分钟了。你有想象有一天会卡在《冰雪奇缘》的设施上吗？我居然遇到了。完全不会打到我自己的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是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马的位置呢是在。Hello everyone, good morning. 我是头马。今天是我们来到迪士尼的第3天，我们要前进的是艾波卡特 （Epcot） 这个地方是1982年的时候诞生的世界博览会，如今呢已经改成为奥兰多迪士尼的一个区。今天跟着托马一起环游世界吧，准备好魔法手环，别上生日徽章，我们一起前进艾波卡特喽！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待会接驳车上见喽！现在已经7点40分了。这几天住在这边，你看我们住在3楼，这下面还有可以搭船的地方，旁边还有一个游泳池。如果夏天来到这里，应该蛮好玩的。下车的时候看一下公车号码是几号，回来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走进了艾波卡特，最有名的呢就是我眼前这一颗大球，像高尔夫球一样。我们要先去玩体验太空人飞上星球、上太空的那个状态，好像它有2个版本，一个叫做恶心版，一个是普通版。先体验看恶心版有多恶心。坐上去之后，实际上整台机器会往上飞，然后真的有在这样子旋转，但是中间的居力真的是有不过真的感觉快吐了，而且里面还有附呕吐袋给你，到现在还惊魂未定。每个园区呢有1、2个项目呢是可以做虚拟排队的。这一个园区的虚拟排队就是我身后的星际特工队。什么是虚拟排队呢？那早上7点的你进去就可以按虚拟排队，然后看你被分到哪个时间，你就可以过来这边等待。如果是免费的话，当然就是先排虚拟排队。除了这个方法，另外你要玩的话就是付费的方式，所以看你要用哪一个方法都可以。坐上星际特工队了，要在银河系里面穿梭，有点小紧张。听说是非常的快速，非常的好玩。我们玩回来了，看似一台云霄飞车往前走，然后中间其实会旋转的，然后速度真的非常的快，真的很好玩。难怪大家说来到这里呢，一定要玩这一个。真的非常的推荐。接下来中午的时间，我预约了一间非常酷的餐厅。这间餐厅呢，就叫做 Space 220，在宇宙里面用餐。哇，看后面都是这星球，很棒的场景。这一间餐厅也是非常的难订，这间餐厅等于是首选，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预订这些餐厅哦。预约餐厅之后会给你一个登机证，待会呢拿着登机证在外太空里面吃中饭，非常的有沉浸感哦。到了太空站上面，哇，好漂亮！好，还有它的植物园，好美的地方哦。这家餐厅好帅，在这里的用餐环境大部分都是深色调，像是有深蓝色的地板，所有的家具呢都是黑色，包括餐具也是黑色的，有180度整个 LED 电视，屏幕外面的播的就是太空外面的场景，氛围感非常的十足。这里的中午的套餐呢是有一个前菜再加一个主餐，一个人要55块美金，然后饮料是另外收费的。湛蓝宇宙，这真的是飞上宇宙了，很好喝，柠檬加蓝柑橘。2点半准备开始环游世界，而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国家，这地方是挪威，然后挪威就找到的是冰雪奇缘，在香港也出了一个冰雪奇缘，不过最早的冰雪奇缘应该是在这边。We are having just a little delay. Remain seated now, and the boat will start moving again soon. Yeah. 我们目前玩到一半就呆掉了，整个就宕机，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。等下就动了吧。
真的是非常的惊喜，我们居然莫名其妙卡在了冰雪奇缘的中间呢。我们现在那边下来已经快有5分钟的时间，开灯了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就一直坐在这边等待。现在遇到的状况是，然后我们在等下面这个水它下降，现在整个水都已经停止了，我们卡在这边快要20分钟，应该是要重新启动，可能继续从这边再接续，因为现在是正是最精彩的时候。那真的搬来了小卢。Happy birthday! Thank you. 哎，我忘了跟我说 Happy birthday。太有趣的体验了。冰雪奇缘的秘密通道，这是超特别的经验。这是他们的机房跟办公室，还有备用床都在这里。那后场我们看到的前台、后台其实更大、更复杂。这次我们来到迪士尼真的是值得了。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继续玩，没想到真的出来了。出来直接是卖店了。就这样，大门整个关闭了，没有办法玩，也不晓得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。刚刚要排几乎快1个小时，大家都撤光光，没想到来到冰雪奇缘可以遇到这么离奇的事情。你有看过可可夜总会吗？刚刚我们坐小船，然后看整个墨西哥人的生活。这里呢，整个还原了卡通小镇的场景。你也可以在这边用餐，不过我觉得用餐有点尴尬，因为刚刚所有排队人一直在看用餐的。这墨西哥文化很棒。接下来我们到的是德国，据说德国国庆那一天，这里呢每人都可以拿到1杯免费的啤酒。来到的意大利的钟楼非常的漂亮。知道了，这里是仿意大利威尼斯的那一个大广场。在美国区这边呢，也有一些表演活动，是美国独立的一个故事。接下来看到五重塔，还有歌舞伎町茶屋。右边的广岛鸟居就知道我们来到的是日本。正后方呢还有天守阁，还原度还蛮高的。哇，你看那个长长的人龙，全部都为了要买 sake。日本酒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特别。哇，我们现在要进到天守阁里面，上面就有写个空尼基哇，护城河都有做出来。这个日本商店居然发现了泡面。我们这几天每天都吃薯条、汉堡，终于看到亚洲的东西，觉得莫名的兴奋。接下来看到建筑物呢是摩洛哥啊，摩洛哥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去的地方。看到这个建筑后面还有巴黎铁塔，就知道我们来到的是巴黎了。太想要做到的应该是香榭大道前面的那一块场景，这里面呢有美女野兽的秀。看到这样的建筑，还有这样的文字，还有红色的电话亭，就知道我们来到了大英帝国了。最后看到的加拿大馆，很可惜加拿大后面都在维修，就只在前面这个小广场。找了一个在湖畔旁边的一个座位，我觉得这里好像嘉年华哦，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是一杯调酒或一杯啤酒，我也买了一杯啤酒。这啤酒很好喝，很凉爽。一开始太小看这里了，这里真的非常的大，要走一圈呢，其实也要花上2个小时左右，边走边看。而且我有些馆里面几乎都没有去看，有非常多的世界各国的美食，每个馆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真的是万国博览会。1天之内呢，就可以环游全世界。接下来我们要等的晚上9点的烟火了，就要结束今天的行程了。你有来到奥兰多迪士尼这个地方，你也可以排1天的时间走走看看，然后还可以玩一些经典的太空系列的，还有冰雪奇缘都非常好玩。后来呢，我还是有再去做第2次啦，因为它有给我们免费的快速通关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就下一个城市见喽，拜拜。
如果你有来到这里要看烟火的话，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小岛的中间这边开始往上面打。最好看的地方呢是在美国的正对面有个 VIP 的席位。然后另外有人推荐地点就是在日本的，可以对着鸟居那边拍摄也不错。然后比较热门的一些桥啊，或者是一些商店，其实大家都坐满了人。我现在的人的位置在德国跟中国的中间，我刚好找了一个有位置的地方坐着。然后这里其实没什么人，然后大家就靠着这旁边，应该到处都看得到。